依然终于领会到了北海道海鲜的魅力。都说北海道的海鲜在全球都很出名，但是为什么呢？真正在这儿吃了之后才知道，师傅的技艺和食材的好坏原来这么重要。这也是2023年的第一家满分店铺，非常开心，那就一起出发去北海道吧。我们坐的是新干线，走日本的海底隧道过去，坐了6个小时，打了11把排位，赢了1把啊！到了已经晚上10点，第二天早上起来非常有精神。哇，北海道居然一点都不冷！打车直接去店里，门口长这样式儿，感觉随时会有雪女出现，那希望是 SP 雪女。怎么废话讲那么多？そうですね。予約した量です。12時半で。啊，这是今天的大酱，还有点帅，店里安静的恐怖。说话，点的是他家的omakase cos。第一个菜，海苔拌的金枪鱼肉末，下面是海贝酱油或者紫姜末和葱一块吃，黏糊但是鲜甜。还有山药。接着是日本队的代表果冻生白子，它其实看起来像老花，但是吃起来更像鸡肾。它这一口下去，满满的流动的蛋白质，胆固醇式的奶香，让人不禁觉得这部比生蚝更补，好像只有新鲜的白子才会有那个奶味儿。接着是老朋友刺身小拼盘，所以回到北海道的海鲜为什么那么好吃？查了一下，很简单，因为北海道是一个被3大海洋围绕的地区，所以这里的海水特别冷，因此鱼的脂肪就比较高，那么肥鱼就很香，跟和牛卖的贵是一个道理。先来一块刺身，对于口感的最高评价，粉加多了的龟苓膏，白雕一般是蘸咖喱盐，需要激发一下它的鲜味儿。粉雕就裹着紫苏花吃就可以了，它这个肉居然是脆的，有点像凉拌鱼皮那个口感。接着是活章鱼拌鱼干，拌着姜末和洋葱一块吃，你就当是在吸四川凉粉。然后是芝士海螺肉，它里面装的全是奶奶的螺肉汤，是那种油香油香的汤底。接着是海鲜蒸蛋，怎么还没上寿司啊？不过你不要看这一碗很小，里面塞了虾仁、鲍鱼、蟹腿、鱼子和干贝，就像是一碗海鲜版的佛跳墙。但是小心烫嘴，再来一块鲷鱼西京烧，说白一点就是甜口的烤鱼，筷子轻轻一夹就碎开，像极了爱情。接下来这个好像还挺厉害，蟹腿芝士泥混合物，可以看到满满的蟹腿鲜味，是种很温柔的蟹肉味。吃完这个亲一下口，终于到寿司了，我真的好饿。第一块甜鲷，好漂亮的淡粉色，用肉身蘸一点咖喱盐，米饭和盐都是用来激发鲷鱼本身的味道，直接香到脱粒。一般在这种店，到了寿司环节，上菜都会变得很快，上一块刚吞下去，第二块就来了，金枪鱼背身，上面切了很多刀，是为了锁住酱油，下面的米饭只有一丁点，甚至看不到。这个是北海道特产的甜虾，纯生，为了还原最好吃的甜味，中间是一溜芥末，我特别喜欢这个，是一种黏糯的鲜甜。然后是鱼子军舰，我其实有点吃不来。QQ 爆珠，下一个贝柱寿司，拿着像坨胶泥，它这个肉真的很厚，嚼开之后那股甜味就会扩散出来。竹夹鱼寿司又叫阿基寿司，改刀改得很漂亮，上面是姜末和小嫩葱，还刷了一点臭橙醋。上了一碗味增汤，喝一口继续。粉色的这个是湿鱼，它的油脂很丰富，入口就是软糯回甘。我建议什么都不蘸。最后一块一般是最高级的黄金海胆，看这个成色就知道成块的海胆没有塌掉，没有化开，都不舍得吞。一般吃寿司的最后会有个厚蛋烧和一个撑饱的寿司，这2个下肚，你就会获得至高的满足感。最后的甜点是芥末冰淇淋，就是冲鼻辣辣的口感。这家店总体来说都特别的好，而且这个价格也是他拿满分的一个原因，可以带上自己喜欢的人一起过来吃。阿杰推荐指数10分，嘎样。终于给我等到了，听着莫扎特音乐长大的和牛，我一直以为只有在电影里面才会有这种设定，没想到被今天的店装到了。又到了吃和牛的日子，它是一家位于东京六本木的超高级烤肉店。今天我们去的这家店非常的拽。六本木是个什么地方？其实就是离奇 people 们玩乐的地方，所以这条街上的店都有个特点，就是特别装。我也是来了这家店才知道，居然还有和牛店只吃母牛，这有啥子怪癖？我们还要下一个旋转楼梯才能进店，是上班打卡。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吃的牛肉。先来给你展示一下，旁边还会附上它的血统证书，每个牛宝宝还有名字。店员也反复强调说，他们是听着莫扎特的音乐，在没有压力的环境下长大的，所以对牛弹琴到底有没有用？他居然让我给了100多块钱点了个前菜，要是不好吃我就把他骂死。第一个牛尾汤，先来漱漱口，感觉声音口闷，汤还是比较鲜，但是它里面甚至没有给一坨肉。然后是无法逃离的生肉环节，可能确实因为肉比较好，它那个脂肪吃起来会有一种果糖的甜味。第二坨是用蒜香烤肉酱拌的生肉，有点像韩式烤肉那个味儿啊。100块钱的前菜，感觉还是可以。让我们来尝一下拥有血统书的和牛是什么样子。这个肉刚刚放在烤盘上的时候，烤之前就能看到那个雪花分布的很均匀，上了烤盘那个网格印在肉上，显得更诱人了。关键它还只是一个舌头，但它的那个绵软程度又很像土豆烧牛腩，好爬哦，像备注的那个口感。接下来是招牌菜，油的舌尖肉包葱丝，我一直觉得它比起舌根肉，口感更像那种嚼了1万次的口香糖，已经是脆弹的感觉了。还是舌尖肉有韧劲。牛舌包绿洋葱，它吃起来像一个灌汤小笼包，咬开舌头之后里面还会流汁，那个味道特别像牛肉洋葱饺子。但其实你只用舌尖肉夹着葱丝也很好吃。又到了我们快乐的长寿 time 沙拉达，跳过。接着是我最喜欢的横膈膜肉，它真的太漂亮了，其实你根本就不用咀嚼就能尝到肉里面那个甜润鲜美的汁水，像喝牛奶。这个一片是牛腹肉，因为它那个脂肪更多，所以看起来比较透。
透明。来吧，透明小和牛，吃起来比较接近蒜香肥牛，但是蒜香味很淡。它那个淡淡的蒜香更好能体现出那个牛肉的奶香哎。然后像这种比较好一点的和牛烤肉店，都会给你准备一盘仅仅一盘的寿喜烧，但是没有配饭，碗里面是料汁和一个整整的蛋黄。因为这个菜只有一片肉，所以最好裹实了再吃。那个奶香和寿喜烧的汤汁太配了，一滴汁水都不能逃走。奶甜加上清甜，像是北海道奶油果冻慕斯的感觉。牛肩肉吃起来就是很健康的味道，没什么雪花，所以吃起来不腻。这一块没什么脂肪，但是肩上的肉纤维感又很细腻，它像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爱情啊。接下来是和牛三明治，我们其实已经吃过很多次了。找到你了，面吧。但它今天这个面包是用牛油烤过的，想给你们听一下咬脆牛排的声音。而且里面那个肉比面包还厚，一整块里脊肉，里面刷了一点巧克力味道的甜酱，这是超高热量带来的快乐。然后服务员会就着锅里的牛油，再给你涮一片牛腿肉铺在饭上，它就是一个17家牛肉盖饭的和牛版。我也不知道这一碗可以在17家吃多少碗。最后的甜品选择了我们的安仁豆腐，吃起来很像是那种希腊厚酸奶，整个 course 下来很满足，价格也很感人。阿基推荐指数8.5分。好哟。我操！今天我们去的这家店是我来日本之后去过最贵的烧鸟店。我这个特别的多，我感觉那个蛋液会从我的鼻腔里面冒出来。烧鸟这种平民美食都可以卖到这么贵，凭什么呀？又到了吃烧鸟的日子。今天我们去了这家店，它非常的装。今天我们就抱着批判的眼光来看一下米其林2星，他们家也是世界上唯一一家使用无菌鸡的烧鸟店。他说的我不信，无菌蛋我倒是听说过，无菌鸡就有一点过分了吧？他现在门口站了10个人不让进。哇，一个魔，为什么不让我进啊？店里这个昏暗的灯光，感觉非常适合进行什么秘密交易。第一个小菜，我叫它无语，然后是一碗只有一个的经典时尚鸡肉小抄手，它里面是那种淡淡的奶香鸡肉汤。第一个菜就是他们家的招牌小板鸡，就是那个非常装无菌鸡，还是刺身，鸡肉刺身，真的很久没吃到这个东西了。它这个鸡肉吃在嘴里会觉得特别清新，有一种网状的质感，食感是又厚又滑又嫩那种，纯生的鸡肉。下个菜叫鸡元宝，我自己取的，生鸡肉末加提灯，再配上一颗小嫩葱，你可以直接用海苔把它卷着吃，但也可以像我这样把它戳破，但是没什么意义，就是爱玩。接下来是我们的第一串，非常的好看，像是米其林级别的烧鸟啊，但他们家就是啊，呵呵，他们家串的设计都很高级，一坨鸡胸肉加一个大葱，咬下去的第一感觉是这个皮特别的薄，但是当你咬破那层烧烤味的乐事薯片之后，你能够清楚的感受到那个温柔肥美的鸡腿肉会轻轻的裹住你的牙齿，再从里面喷出炭火的香气。这家店好像还可以，果然冬天还是撸串和在家打游戏比较爽，所以我就去吃菜。接着上了一碗鸡蛋羹，它里面还塞了一块低温调理的鸡肝，就它里面那个芝士还是黄油的味道特别浓，它不像鸡蛋羹的，它像那种黄油慕斯。今天的活到150是一个爱你的形状，非常的爱不起。接着是半熟鸡胸肉，他们家把鸡胸肉烤出了吐司面包的感觉，半熟，其实拼的就是一个滑嫩的程度，我感觉它就是嚼起来一点不费牙齿。这个菜其实还挺高级的，鸡肝吐司，它是把鸡肝磨成酱之后做成糕，吃起来就是又咸又香的鸡肝面包，然后是一个烤土豆啊，大酱说这个土豆培育了15个月啊，这个从科学层面上来讲是可以成立的吗？甜的呀。接下来这个菜好像我们四川的烤豆腐皮啊，但它用的是蓝纹芝士和蜂蜜，确实有点难闻，就是烤豆腐皮界里面的榴莲，然后是一串烤鹌鹑蛋，里面的流心是温热的，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好奇？什么鹌鹑的蛋会有这么大？然后是一道鸡腿肉拌萝卜泥的菜，它这块肉中间吃起来像果冻，外面那一层吃起来像鱼肉，它加那种调味过的芥末，又麻又爽。这个是真好吃，好高级的味道。下一盘菜有点奇怪，它是鸡的脊椎后面的肉，怎么吃起来有点像北京的质子烤肉，那个肉像刮的浆一样的嫩。它是一坨很复杂的肉，逮不出来味道巨浓。下面的这个菜大家肯定都比我熟悉，一个提灯上面4盏灯，以前我们咬破一个提灯爆珠4件，现在我们一次咬破4个提灯，那个蛋液会从哪儿喷出来呢？我感觉那个蛋液会从我的鼻腔里面冒出来。吃完之后没有等待的时间，直接上了一个手榴弹，大家把它捏得很紧，这样也锁死了里面的油水。然后是鸡皮，最外圈烤得特别的干，但是里面的胶原蛋白还是保留得很完美，越嚼越有油的味道，鸡油口香糖。然后接下来是我最爱的鸡心，里面那个油水顺着我的大拇指流到了我的袖子里面，非常好。最后一串是我们的血干，我一般会叫它肉棉花或者荤棉花，因为它里面那个姜质真的很柔软。最后的主食是一碗蚕豆饭和一碗鸡汤酱油拉面，怎么主食还有2份？甜品就是小块黄油冰淇淋。这家店吃下来特别的满足，它不像传统的烧鸟店，它像烧鸟怀石，不管是香气火候还是鸡的质感，我觉得都很好，就是这个价格。阿基推荐指数9.5分，真好吃。寿喜烧又叫厨烧，它作为最具代表性的日本传统美食之一，来了日本之后应该怎么选店？其实你可以像我一样，盲选这一家就对了，它也是目前日本寿喜烧界的天花板。我就很想知道，开了138年的店，为什么还能开？今天的东京下起了小雨，就像输了竞技赛的我，早上起来好好刷牙。又到了吃寿喜烧的日子啊！金办这家店不仅特别老，而且日式服务做得巨好，这可能也是它贵的原因。すみません、6です。30度。
整个过程会有很多姐姐服侍你，所以第一次来也不用紧张。我们预定的是他们家最好的极上和牛，一盘肉32000元，32000就这么多，以及一堆摆盘很好看的小菜。第一盘叫做小西物，主要是一些凉菜，这个炭烤血子很好吃，又上了一小盘刺身，老三样，鲷鱼、金枪鱼和章鱼，生鱼片也是传统日料里的一个必要环节。吃完这些，阿姨就会开始准备寿喜烧了。关东的寿喜烧做法很简单，就是在热锅里面倒入寿喜烧料，关西的话还会在盘子里面刷一层糖，现在空气里都弥漫着汤汁的甜味。它那个肉展开有这么长，你会看着这个肉慢慢冒泡鼓起来，然后从粉色慢慢变成棕色，等到肉只剩一点粉色的时候，就会放到蛋液里给你端过来。第一盘原汁原味，只有鸡蛋跟牛肉，我已经吞了无数次口水了。因为它那个肉的雪花，所以这个肉吸起来特别顺滑，再裹满鸡蛋液，你就算没有牙也可以吃得很开心。第二片肉按照惯例会加一些蔬菜和最重要的魔芋丝，它就像蚂蚁上树里面的粉条。这一筷子挂满了料汁和油水，你甚至可以再卷一点葱或者牛肉，吞下去之前再送口饭进嘴，直接暴击。米饭跟肉一起嚼才香嘛。第三片肉就会在锅里下一些清新的蔬菜，像是茼蒿和萝卜。谁煮火锅不加茼蒿啊？阿姨又帮我们盛好了新的一碗，但这次我们先尝一下豆腐。这种豆腐一般是烤过的，也是特别能吸水。豆腐好嫩。豆腐背后因为切了2刀，所以特别入味儿。然后是茼蒿。在吃完所有的肉之后，还会有一个寿喜锅盖饭，感觉吃起来很快，也很满足。阿吉推荐指数9分，卡味儿太撑了。回家之后也不要忘了刷牙哦。